下这个孩子，我在江家才有立足之地。不帮我，就让我跟孩子一起去死！哎呀，英素，英素，你要吓死妈呀！你快下来，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你不能做傻事。丽祖，你再给我点时间行不行？丽祖，我现在没时间了，我现在只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我就跟孩子一起活，要么我就跟孩子一起死，你们选吧。不要！哎呀，黄嘉文，你倒是快点答应了！我告诉你，英素要是不三长两短的，我也不活了。我现在是3个数，1、2。好，我答应，答应了，下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以为你躲到游艇上，我就找不到你了，是不是？怎么这么说话？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别想！你是谁？我是他的合法妻子，你是谁啊？江村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不要脸！你怎么打人呢？你这个女人脑子有问题吧？江村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是处理好你的家务事再来找我。我在你这耽误的时间已经够多了。把话说清楚你！够了！放开！你人都打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怎么了？都不该打吗？你简直是无理取闹！我不想在这听你们俩吵架。有什么事去上海找我。Chris，你马上给我离开！我不想跟你吵。怎么了？你想因为他跟我离婚？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江太太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屁事？Chris 呢？走了。合同呢？还在这儿吗？哎呦，我的合同还没签呢，怎么又节外生枝了？我去找 Chris 啊，这个 Chris， 满意了。Chris， 我不像你想的那么龌龊，我在工作。他大老远从英国赶过来，他为了倒时差，我不想打扰他休息，于是迁就他住在这儿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我回头给他道歉行吗？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？我没忘，难道我们要这样貌合神离过一辈子吗？你以为我想吗？想想你的过去吧，我已经记不得你当时的样子了。江村，先生，你醒醒啊，先生，你别睡啊，先生，你醒，你别睡啊，先生，你别睡啊！停车。又想起3年之前车祸里看见秦英素的样子了。秦英素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，我不知道是他记不起来了，还是我认错了人。那你就直接跟秦英素提呗。他不忘了，提有什么用？走吧。
来，让我来。小姐，你后背流血了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小姐，小姐！医生，这里还有病人，快！护士，快送急救室！这个女孩为救刚才那位病人受伤的，伤势不轻啊！你放心，我们会安排急救的。你是病人家属吗？我不是。赶快联系病人家属，在病人家属来之前，你去帮忙给他登记一下。好，我会留下来的。今天是我们相识3周年纪念日。3年前，我抱着昏迷的你去医院，没想到我怀里女孩会成为我的女朋友。我也没有想到你会喜欢上我。柏芝。嫁给我吗？这个妈知道吗？她当然知道了，不然怎么会把戒指给我呢？我不信，你妈一直都反对我们俩。胡小芝同学，现在是求婚，你能不能浪漫一点啊？你在搞什么呀，大姐？我快被气死了！小雅，你们，哎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是本来要找他替你算账的，结果被抓来当了苦力了。你看，小芝，我知道这3年我妈让你受了不少委屈，但你要相信我，要娶你的人是我，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也是我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我只要你，柏芝。喂，你好，是陈太太吗？这里是博雅大酒店，您之前预约的婚宴免费试吃活动时间就要到了，您能按时来吗？等啊，来了，已经在酒店门口了。好的，我们恭候您的光临。
国志，姐对不起你。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好啊，你都敢冲我吼了啊！这个女人有什么好啊？你为了她，你敢吼你妈？妈，我没有，您别生气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呀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霍之，你一没学历，二没家世，三没本事，这些我都忍了，谁让我儿子偏偏喜欢你呢？可是你现在脚踏两只船，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呢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像你这样的女人进我们陈家的门，你知道吗？阿姨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都亲眼看见了。啊，老天有眼，让我在你们没领结婚证以前认识了你的真面目。林生，听妈的啊，立刻跟他断了。妈明天就去给你找一个比他好10000倍的女孩子。妈，我相信小芝不是那样的人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阿姨，如果你后悔同意我跟陈领事结婚，你可以直说，但是你绝对不能侮辱我的人格。人格？哼，像你这种女人还有脸跟我谈人格呀？啊，只有我们领生这么善良的孩子才会受你的骗。我早就应该想到，你接近领生就是不怀好意。妈，你别这么说小芝。妈不会害你的，领生，听妈的啊，跟他断了。妈，你别说了。小芝，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回头我再找你。不许去！我把话放这儿了，你一辈子都别想进我们陈家的门。你马上给我走，走！小芝，喂，小芝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快到公交车站了。你怎么就走了呢？我还想送你回去呢。不用了，我还是觉得回福利院住几天比较好。你别跟姐客气啊！说了，我一个人生活了25年，我不需要一个姐姐。单子。哎，霍之，你这2天去哪儿了？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昨天到底怎么回事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喂，哪位？英素啊，我是安一秋。阿姨。英素啊，阿姨提醒你啊，你都3个月没来号脉了，这样下去怎么求子啊？好吧，那咱们就周4见啊，拜拜。怎么样？能不能听出新元素有什么反常啊？电话里面怎么望闻问切呀？得见了面号了脉才知道她怀孕了没有。可我觉得她最近真的很反常，你知道吗？秦元素以前穿的是 S 码，她现在穿 M 码，整整胖了1圈呢。而且她还恶心、呕吐。电视剧里不就这么演的吗？怀孕肯定是要吐的。你是说，她现在就有妊娠反应了？我看着挺像，不过我每次问她的时候，她都说那是她吃坏东西了，但我看未必。不可能啊！哎，你不是说他们俩感情不好，一直分房睡吗？所以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呀。她嫁给我哥已经是走狗屎运了，这要是再给我哥戴绿帽子，我肯定饶不了她。你先别乱猜，万一孩子就是你哥的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哎呀，你一个小孩家家的，你哪知道人家夫妻之间的事儿啊？这倒是，我是不知道，但是我不能让他把我哥给骗了。阿姨，这事儿你可一定得帮我。好了，别着急，周4见了面，1号脉就知道了。
我一直记得，你从小就特别懂事，特别会照顾别的小朋友。那时候啊，我就在想，要是将来有人能好好的照顾你，该多好。所以那天你姐姐突然来找我啊，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。这是你姐姐留给你的信。小芝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恨我和妈妈，换做我是你，恐怕只会比你更生气。可是你真的不要恨妈妈，要恨就恨我吧。听妈妈说，我们出生之后，你就查出了心脏病。那个时候爸爸刚刚失业，妈妈也没有工作，一家人的生活都成问题，更何况是要给你治病了。于是爸爸就瞒着妈妈把你放到了福利院门口，然后告诉妈妈你死了。妈妈伤心了很久，到现在一提起你，她还是会掉眼泪。而这件事儿，一直到几年前，爸爸临终前才告诉我。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，自己还有个妹妹。小芝，我是姐姐，得病的应该是我，被抛弃的也应该是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的愿意用自己的一切换回你这个妹妹。小芝，你原谅妈妈跟姐姐吧。喂，护志。喂，姐。姐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去见个人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。你这给我把嘴画的也太红了吧！你不化妆的话，肯定会穿帮的。你只要化了妆，然后少说几句话，应付几句，没人会发现我们是两个人。这女孩是谁啊？这是江村的妹妹，你不用搭理她，你只要能应付江村两句，之后我们就在咖啡店里碰头。姐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瞒着江家跟我呀？你一定要跟我解释清楚，就算你是我姐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会生气的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给你解释的。谢谢你了，我的好妹妹。别紧张，现在脉搏平稳多了。可能刚才有点心慌，你是不是早饭没吃啊？英苏啊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伤心事儿啊？肝郁气滞的厉害啊！这个都能看出来啊？当然了，面相骗得了人，脉象可骗不了。是不是江村让你生气了？阿姨帮你说他啊。英素，你现在就得放松心情，你的首要大事就是调理好身体，赶紧生个孩子。小王，把这个药去煎一下。哎，你急什么呀？这是安医生给你的保健品。啊，知道了。公司等会儿我去开会呢。我也有急事儿，那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我没有生孩子的打算，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。你知道就好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
江村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那天确实说话有点重了，可你也不至于让我离婚吧？先看看。我不看，不管你什么条件，我都不会离婚的。其实那天你跟我说的，我想了一下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什么交代？我不管你为什么娶我，但你既然娶了我，你就要对我负责。你想要留在我们江家，想要给我生个孩子，不就是想要一个安全感吗？对吧？仔细的看一看，这是我转让的我名下的1%的股权给你。我不看，不管你看什么样的条件，我都不离婚。不行的话，咱就找爸评评理，看他答不答应。签了。简直匪夷所思。到底要怎样？你不是没有安全感吗？我这么做就是来给你安全感。我要的不是这个。你要的我给不了，明白吗？我过2天去上海出差，我希望你冷静一下。你签了吧。要去上海见你那个前女友 Chris 吗？我工作的事情你可以不问吗？为什么我的老公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我不能问呢？江村，你既然跟我结了婚，就不愿意生孩子，那你为什么娶我？你来问你自己吧。离开江家吧。江家从内到外都在算计你，你待不长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安英秋是江家20年的家庭医生，他早就跟江家是一伙的。给你的保健药里面多了一粒最新进口的避孕药。我早都知道了，江家根本就不希望我怀孕。也许就是江村吩咐他这么做的。不可能，江村虽然不想要孩子，但绝对做不出这么卑鄙的事情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夏文，我打算跟你分手，我不能让江宝儿得逞，所以我得生个江家的孩子。他们想赶我走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你要放弃我跟你的孩子？夏文，算我对不起你，孩子真的是个意外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激因素一定会补偿你的。英素啊，医生说你容易动胎气，你可得多补补。之前是妈不好，妈不该冲你发火。这女人呐，一旦有了孩子，都是身上的肉，谁也舍不得往下掉。来，多喝点儿。哎，你说你这死丫头，人家怀孕都长胖，你看你瘦成什么样儿？你不知道，我在江家，江博儿天天盯着我，我都快怕死了。妈，我必须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胎，我还有半年才能熬出头啊。安静的地方，那能去哪儿啊？英素，你别怪妈狠心啊，你要留住这孩子可是太难了。我要是留在江家，我这个孩子肯定保不住。给你看看。
这个是江家的家庭医生给我开的保健药，说是给我调理身体，希望我可以早点怀孕。其实里面加了最新的避孕药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1年前就发现了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再吃这些药。我只是想不通，江家究竟是谁不想让我生孩子？所以我要保住这个孩子，必须要离开江家。可你要是不在江家，这事儿可怎么瞒得住啊？你看，哎呀，你让我看你照片干嘛呀？你仔细看看，这照片上的人不是我。这女孩是谁啊？难道是你妹妹？一开始见到她的时候，我也吓了一跳，以为她是我妹妹。可是当年，爸明明就把妹妹埋了呀。我还是不死心，我就拉着她去医院做了 DNA 检测。可惜她不是。都怪你爸没本事，当年没能给你妹妹治病。妈，你也别伤心了。这个女孩叫霍芝，目前正在失业，而且被房东赶了出来，恰巧被我遇上了。我收留了她，她也答应我，在我安胎的这段时间，她假扮我留在江家。这能行吗？可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再说这件事儿，只有你我知道，谁会想得到留在江家的人不是我呢？喂，小芝。喂，姐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答应你。谢谢你啊，小芝。霍芝，打起精神来。既然你姐想保住这段婚姻，你就应该拼尽全力，就像她平常照顾你一样。霍芝，就几天而已，你行的。照片上的老爷子就是我公公，不过你应该没有机会见到他。早些年，他因为轻度中风痊愈之后，就搬到疗养院去住了。全家人也只有他对我好了。当年要不是他坚持，我也不可能嫁到江家来。那我还真挺想见见他的。姐1个多星期就回来了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就记得联络我。这个是我的电话，以后你就是我。上面存了我的备用电话，江家人不知道。如果你需要联系我的时候，就打这个号码。姐，我怕我做不来。你不会到现在打退堂鼓了吧？啊，那我尽力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的护照和身份证，你把它收好，有必要的时候你用得上的。姐，你去过这么多的地方，你看你想去哪儿，以后姐姐都可以带你去的。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就走了，我们俩随时联络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江博尔，不管他做什么，你当做没看见，忍忍就过去了，知道吗？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我很会看颜色的。我走了，小芝。罂粟，你可回来了，家里都乱套了。
现在必须跟我道歉，立刻马上跟我道歉。秦云素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不要太过分，你把我当三岁小孩耍呀！我起那么早，在家里等你，你这回来一句对不起都不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用这么大呼小叫的，我听得见。云素，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赶紧上去休息。我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要上楼休息。有什么事情等我醒了再说。秦云素，你不许走！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就别想走。你不就是生气我坏了你的好事儿吗？你至于这么故意耍我放我鸽子吗？你是什么人，我太清楚了。博儿，少说两句。不，你让他说。秦素是什么人啊？你倒是说呀！秦素到底怎么你了？你这么不依不饶的？我告诉你，我敢进这个门，我就没什么好怕的。你吃枪药了？你没话说了？那我上去了。哥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明明是他有错，他根本就不跟我道歉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江博儿，不管他做什么，你当做没看见，忍忍就过去了，知道吗？明明是他有错在先，连句对不起都不跟我说，你还管不管了？之前你让我跟他道歉的时候，我可是认认真真说了对不起的。他呢？你要是真生气，你就骂我两句，我绝对不还口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明明是你不对，好像我跟恶人一样。你骂完了，我可走了，你别后悔。哥，你管不管了？我是你妹妹。人家刚才让你骂，你不骂，你现在后悔晚了。哥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偏心眼？我好歹是你妹妹，她算什么？她是你嫂子，天天就知道吵，一家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以后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处理。谁呀？冰素，您的包裹我给您撂这儿了啊。哦。这博儿也真是，我20好几的人了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哟，英素，你好像瘦了。是吗？可能是最近在减肥吧。我有点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会儿，先出去吧。你不是装的。嗨，我还以为你跟博儿怄气，故意说自己生病了呢。哪儿不舒服啊？可能今天早晨太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。还有吃饭的时候不用叫我了，我没胃口。好。黄嘉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赶紧走啊！你都纠缠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讨不讨厌？妈，赶紧走！你让他进来吧，是我叫他来的。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是想要利用这个孩子吧？什么叫利用啊？我这是为了他好。再说了，他也需要江家的背景。你这不就是利用吗？而且你怎么想？你把孩子生下来，你准备怎么带进江家呀？江村又不是傻子，凭空多出来一个孩子，他不可能。我现在要生孩子，这孩子就一定要姓江，该怎么做应该是你去想的。再说了，孩子生下来你就跟着享清福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可能帮你这个忙的。这事儿不是跟你商量，这事儿我说了算。你只要在我生下了孩子之前把江村解决掉，这个孩子自然而然就姓江。秦素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意思就是不帮忙了？我是不可能帮你这个忙的。好。你干什么？你不帮我，就是让我和孩子去死。
英素呢？英素去哪儿了？完了！英素，哎呀，英素不要！英素，救命啊！我只有生下这个孩子，我在江家才有立足之地。不帮我，就是让我跟孩子一起去死！哎呀，英素，英素，你要吓死妈呀！你快下来！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你不能做傻事。林素，你再给我点时间行不行？林素，我现在没时间了，我现在只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我就跟孩子一起活，要么我就跟孩子一起死，你们选吧。不要！哎呀，黄嘉文，你倒是快点答应了！我告诉你，英素要是能3长2短的，我也不活了。现在是3个射，1、2。好，我答应，我答应。答应了。下来。喂，姐。姐，什么时候多出来个姐？啊，那个，我本来约了朋友，在等他电话呢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爸这2天要回家住了，所以今天晚上早点回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知道了。我担心的是，你平时怎么闹都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要守着爸跟我吵架。秦素在你眼里就这么不懂事啊？再说了，爸这还不行。行了，我不跟你吵了。你这又要干什么？马杰说你要到我房间里去住，我不同意。不同意？爸要回家，我们不是协议过分开睡，不能让爸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又要谈条件是吧？行，有什么条件你说吧，但是有一条，只要不生孩子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协商过什么呀？你空口无凭，再说又没有白纸黑字，我不记得了。我记得了。来，这是你亲自签的协议，你自己看，每一条全都是你自己制定的，样样都是有利于你的。这钱，这都是钱。你们江家是不是除了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以容忍你对我的朋友不礼貌，我也可以容忍你对着我乱发脾气，但我绝不容许你当着爸的面耍性子。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啊？后悔没有签署转让股权的合同？我告诉你，反正爸明天才回来，今天我们就各睡各的。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。哎，我爸呢？在浇花呢。爸，喂，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？啊，打了这么多电话你也不接？什么打电话给我？电话也没响。我，这不是个遥控器吗？你指着这个能响吗？我怎么会拿个遥控器呢？我这家里都收拾好了，我回家了啊。这怎么搞的？喂，别喂了！哎，我接着爸了，别喂了，走。孤男寡女同床共枕，我就是算告诉姐姐，我真的是清白的，你信吗？哎，我真的怕了呀！哎，英素，你好了没有啊？老爷子快到了，先生让你快点下去呢。哦，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您别忘了把那防滑垫垫着啊，别像上次一样摔倒了。对呀，有了，就你了。
撞使劲了，还挺疼。不行不行，不能撞前面。爸，喝茶吧。英素呢？在上面呢。爸，你这回来还没跟我说2句话呢，你找那个女人干嘛？这怎么说话的？你怎么说她是你嫂子啊？爸，也就您能管得住她。就说后面。好，我就豁出去了，大不了就起个包嘛。起完包之后，我就躺在地下装晕。可以，我没问题的。1、2、3。英素，你怎么啦？英素，哎，哥，哎，来了。这都睡了1宿了，还没醒？本来早就该醒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大夫说要再看看，不过应该没什么大事。爸怎么样了？1宿都没有睡好，一直说要到客厅等电话。我好不容易把他安抚睡了吧，阿姨早上把他接回疗养院了。你也一宿没睡？我不困，我来照顾我嫂子。哎，英素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赶紧叫大夫，快！怎么样？哎，这是哪儿？别动，别动，这是医院。你昨天受了伤，摔着了，伤口还疼吗？你是谁啊？英素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我问你是谁？大夫，大夫！马杰已经给你看过我们的结婚证了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都是你的丈夫。其实我根本不信你失忆了。为什么？敢跟我说话了？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都不准备跟我说话呢。不过现在开始，我有点相信你了。那又是为什么？秦英素绝不会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也不会用这种语气来跟我说话。不管她心里多么恨我、讨厌我，她都不会表达出来。那得多累啊！是啊，有的时候我都替她累。我一点都不累。你到底要干嘛找我？大夫说了，你的病没有什么大碍，可以出院了。跟我回家吧。谁说我要出院啊？再说了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你万一把我卖了怎么办？我就待在医院里，哪儿都不去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早上给你办出院手续，一早就走。不行，我不出院，我就不信医院会赶我。怎么你现在宁愿住在医院，也不愿意跟我回家吗？然后，什么条件？说吧。条件？以前的秦素不管干什么都要有个条件，只要满足了他的条件，他才肯答应。说吧，这次让你回家，开什么条件？我不管以前的秦素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，但现在的我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才不稀罕跟你回什么家呢！与其回到一个我根本就不熟悉的家，还不如待在医院里呢。哎，你不愿意回去没关系，起码答应我一件事，行不行？给爸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以后。他是你爸，又不是我爸。算我求你，行吗？那我考虑考虑。喂，姐，你怎么样啊？小志，你在哪儿呢？现在在医院，不过旁边没有人，你放心吧。你怎么在医院啊？你怎么了？出了点小意外，不过你放心，一点小伤而已。现在江家人都以为我失忆呢，拿我没办法。
想不到你还挺聪明的。唉，我也是真的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是这样，姐这边呢出了点小意外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在北京出了什么事儿呢？哎，我不是把脚扭伤了吗？这次走得急，下飞机的时候又摔了一跤，这下好了，骨折了，得休息一段时间。对不起了，小智，姐得拜托你再帮我拖一段时间。我要是再拖的话，我觉得肯定会穿帮的。你不相信我是不是？这样我现在给你发微信，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没有，我一直都相信你。那我就求你了，小智，你再帮我拖上一段时间好吗？你如果实在不相信我的话，那我就豁出去了，我明天就回去。别，我就是怕给你穿帮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你这么冰雪聪明，肯定没问题的。这还得继续装下去啊。你说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？在自个儿屋里都能摔成失忆了。医生说没什么问题，当时是怕妈您承受不住，没敢告诉你。这要不是老邻居在医院里面正好撞见罂粟，我这还蒙在鼓里头呢。对不起妈。咱不是去医院吗？我订了一束罂粟最喜欢的百合，去就来啊。妈，你去看看慧池，千万别让他那么快抽烟，省得被江家人认出来。江村啊，江村，我们秦家真是对不起你。哎，马杰告诉我你在这儿，我带了你最喜欢的花。谢谢。知道你在江家不舒服，我把你妈叫过来了。这样的话，今后我们轮班照顾你。哎，罂粟，你说你摔了也不跟妈妈说一声，妈妈担心死了。哎呦，看着你没事就好。来，这妈给你煲的汤，赶紧趁热喝了啊！我不认识你，我不太舒服，要回去休息了。老爷，谁的电话？不知道啊，打了好几遍了，您接一下。哪位啊？爸，是我罂粟。罂粟，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啊？我病怎么样了？医生说让我留院观察几天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反正我就听医生的呗。好，没什么事儿就好。失忆，亏他想得出来。江太太真的失忆了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这事你就别管了，别乱说啊。知道了，老爷。哎，江太太，你这2天身体怎么样？江太太，哎，你什么时候住的院啊？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哎呀，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，回头再告诉你。不行，你现在就跟我说，怎么成江太太了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也是。
了替你那个什么姐姐秦英素骗江家人，赖在医院里，还装失忆。霍芝啊，霍芝，真有你的啊！电视剧看多了吧你？我知道我傻，缺心眼儿。可是我现在已经去了江家，人家江家人都以为我是秦英素，但我自己不能把江村真当老公的。哎呀，你这事儿我怎么觉得越想越不对劲儿啊？你姐让你假扮她自己，难道她真的怕离婚吗？哎呀，反正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不就几天嘛。过几天我姐回来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各归其位了。现在呢，我就失忆，江家人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啊，对吧？哎，说你脑子里神经是横丝儿啊，都是我夸你。不过你这么一说，终于明白了。我见过秦英素，看样子可不是善茬。你什么时候见过她？就咱们上次见面没多久，你们做血缘鉴定的时候。哎，霍芝，你这2天去哪儿了？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昨天到底怎么回事？关你什么事儿？那女人阴阳怪气的，我还以为是你呢。哎，现在一想，我想明白了，她是秦英素啊。怪不得你觉得她阴阳怪气的，你吓她一跳那天。你就不觉得你姐和你认亲另有目的？目的？那能有什么目的啊？她是我亲姐，再说了，我又没钱没能力的，她利用我干嘛呀？英素回来了。行李是放先生房间还是？放我房间就行。我是说，我刚从医院回来，还不习惯跟别人睡，我想自己一个人睡，行吗？英素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没问题。正好大夫也说你需要静养，把他的行李放到他的房间就行。哎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很好奇。我本以为你会趁这个机会跟我同房。你想得美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打扫一下呀！阿姨被我撵走了，这做饭做的也太难吃了，我可忍不了。不是你，哎，你怀着孕呢你吃饭是很重要，但是你知道阿姨多重要吗？现在找人很难找的。那说明你找的不好啊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让你妈来好吧，自己亲妈都放心。找我妈来干嘛呀？我妈还要照顾霍芝呢。再说了，我妈要是走了，谁看着霍芝？不是，我就搞不明白你干嘛非得看着霍芝呢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让我妈回去照顾她，就是为了给霍芝亲近妈的机会。因为我知道她从小就缺少母爱，只要把妈留在她身边，她肯定能踏实留在江家。行吧，行吧，行。我再给你找个回来啊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前2天让你想的事儿，你想的怎么样了？还在想？你想什么呀？你想啊，天天找房子找保姆，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？你想好怎么对付江村了吗？我知道你最近情绪不太稳定，是因为惦记着江村，但你不能逼我犯法是吧？行，你黄嘉文，我指望不上你了，自己想办法。哎呀，累了一天了，也该休息了。马姐，哎，马姐，房间收拾好了没有？收拾好了。好。爸，你晚上住这儿。我难得回来吃一顿团圆饭，我不
不住家里，我住哪儿啊？对，好，那我们扶您上去。啊，我非得不跟那个江村同房，我就把自己摔成了失忆。我失忆了，我现在还得同房，这没道理啊！没天理了，没天理了！哎呀，怎么办？小杰，哎，你拿我枕头干嘛呀？你搬去先生房间睡呀？他不是要过来吗？先生让你搬到他房间睡。哎，他不来正好，我可不去。我知道了，你忙去吧。那我过去了。哎，你不能睡在这儿。我一个人睡习惯了，旁边有人我不踏实。哈，我也一个人睡习惯了。你睡床上，天天我睡地上。哎，那算了，我还是去客房睡吧。哎，你要是到客房睡，我也只能跟着你一起到客房睡了。哼，行了，赶紧睡吧。你要是睡不着啊，床头上有些杂志都是不过脑的，还有一些我们一起旅游的纪念品，可能会帮你想起什么。晚安。这么多奖杯，天哪，这简直是得奖专业户！怪不得我姐这么喜欢他。先生，你要喝点什么？先生，你要喝点什么？啊，那个，热，冰美式，对。30。怎么会这么香？好了。谢谢。你认识我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
是，谢谢。哎，你认识我吗？你认识我对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之前的事情有些记不得了。您是？我算是你的同事吧。正好我找你有些事儿，要不然咱们坐下来聊一聊。要不就在这儿说吧。也行。那个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我是你之前的经纪人，这是我名片。洪嘉文。啊，好的，我们回头再联系。黄嘉文，你来找我嫂子，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？啊，她来找我是工作上的事情，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她是谁了。没事儿，现在记不起来，总有一天会想起来的，对吧？那我先去忙了。怎么样？你觉得他是真的失忆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坦白的说，我根本不相信齐英素失忆了，所以我才把你叫过来，想看看他的反应。我觉得你想多了，他应该是真的失忆了。要不是我故意把钱包落在里面，他不会追出来。而且刚刚他脸上那表情啊，不像是装出来的。你们男人怎么这么好骗呢？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联手？联手？江子一直都说你不好相处，没想到做起事来一点都不怕辛苦。谢谢。哎，是这样，我突然想起我有点急事儿，就先回去了。你帮我跟博尔说一声啊。好，谢谢。给。联手一起拆穿他的真面目。为什么？你给齐英素当牛做马这么多年，他说把你穿了就把你穿了，你心里难道没有不平衡吗？那不平衡能怎么样呢？她是你们江家太太，我能怎么样？所以你才要和我联手啊！她这个江家太太的地位要是坐不稳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回去找你呢。没关系。你慢慢想，想好了告诉我。我希望你能够回到福利院帮忙代课。好了，冯院长，专职恐怕不行，因为最近手头上的事儿有点多，我也怕我不能全身心的投入。你和你姐姐相认之后就跟我断了联系，你过得怎么样？你不用担心我，我过得挺好的。专职恐怕不行，那兼职你看行不行啊？每个星期我来2到3次，你看行吗？那你不要太为难自己，每个周末你来上1堂课怎么样？当然没问题。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太枯燥了。主要是给他们增加点新鲜的东西。您就放心吧，那我先走了，冯院长。好。芦荟宝诗沐浴露，哎，香香，我觉得我这个挺好的，我觉得这个比酒店的那个好，上面写着富含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这个是纯天然的，而且还是芦荟的。秦阿姨。秦阿姨，秦阿姨，哎，我的东西在这放一下，一会儿来结账啊。秦阿姨，哎，秦阿姨，美女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认识刚才没结账那阿姨吗？小雅，你怎么可能在红岛的超市看到我妈呢？哎，人超市店员说了，秦阿姨在红岛县城住了一段时间了，经常到超市买菜，说是来照顾女儿。马杰，
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家里来人了。喂喂，萧，秦素，你干嘛呢？啊，你干嘛把我的朋友关在外面啊？放着干嘛？进来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是你朋友。你好，我叫秦英素，是博尔的嫂子。博尔之前很少带朋友回来，所以我不知道你是来找他的，不好意思啊。行了，我们进去说吧。哎，博尔，既然是你朋友，那你就好好招待他吧。我先上楼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事吗？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你应该记错了，我们没见过。博尔，你的朋友都是这么搭讪的吗？你看，你还看？我以为你到我们家来是找我道歉的，没想到你一进门就调戏我嫂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陈立生，你怎么这么不老实啊？博尔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昨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不跟你说一声就给你介绍男朋友。废话，你以为一句两句就完事儿了？我江波尔不是什么阿猫阿狗，你不喜欢我就想这么抛弃我，没门儿！是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，好吗？说，怎么认识我嫂子的？你背着我哥勾搭别的男的也就算了，现在你连我男朋友也都放不过。你男朋友？谁啊？你少在这给我装傻！陈岭生，你不知道啊？他早就跟我说了，你们俩早就有一腿。我们江家待你不薄吧，秦英素？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哥，对得起我们江家吗？这个是陈岭生说的。废话，那还能有谁？秦英素，我劝你最好识相一点，赶紧去跟我哥坦白，说不定离婚的时候我哥还能多给你分点赡养费。要不然我现在就去跟爸告状，爸要是知道你做出这样的事情，肯定把你扫地出门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也想让我叫你嫂子？没门儿！你刚才说我跟那个陈岭生有一腿，对吧？那这样吧，咱把他叫过来，当着你哥的面，咱当面对质啊！我也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跟那个陈岭生有了这么一腿。你少嚣张！你以为我不敢啊？我当然敢了，只要能把秦英素扫地出门，有什么不敢的呀？哎，不过我也真是不明白了，你说到底有什么梁子？你这没完没了的，有意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你哥跟我说了，你之前就冤枉我跟那个黄嘉文，现在又说我跟陈岭生，你连你自己的男朋友都可以当枪使啊！你真够大方的。不过也是，你这么多个男朋友，也不差这一个。秦英素，这次算你过关了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江博有一天肯定把你的真面目揭开。怎么了，小芝？有心事啊？院长，你说，如果你最亲近的人骗你，你会怎么办？要我的话，我会先想一想，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苦衷？是啊。你都说是你最亲近的人了，要是没有苦衷，他怎么会欺骗你呢？也许吧。哎，江太太，真的是你啊？江太太，真的是瘦了。前段时间听说你出了意外，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。你不是连我也想不起来了吧？啊，您是……哎，不过没事儿，只要人没事就行。看来真是摔得不轻啊，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也就罢了。我是宋太太，我先生宋贤，
和你老公江村是多年的生意伙伴。啊，宋太太，我听江村说起过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啊。没事的，冯院长，你是不是还不知道啊？2年前那个图书馆和那笔捐款就是江太太发起的。捐款那天啊，她临时有事情，这个功劳就让我给抢了。宋太太，你是说2年前我就给福利院捐过款？是啊。江太太，您真是心太善了。这2年啊，一直捐款捐物，还从不出面。今天啊，你来到这儿，我就不抢你这个功劳了。冯院长，你可得好好谢谢江太太呀。啊，不用了，这些都是我应该的。我今天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有空一起喝茶啊。霍之。冯院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你还把我当亲人，你就告诉我。至少有7、8年了吧？你们不是高中同学吗？是吗？我听黄嘉文说过一次，而且什么？你说吧，没关系的，反正我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。你多睡一点，说不定对我恢复记忆还有好处呢。这也是黄嘉文有一次喝醉酒了，他自己说的。他说原来你们还好过一阵儿呢，还说他是你初恋。要不是江先生的出现，说不定你们早就结婚生孩子了呢。不过这也是黄嘉文自己说的，是真是假，我也不知道。妈，这是怎么了？慌什么？霍之来了。什么？霍之来了？啊！你先别急啊，让我喘口气儿，慢慢跟你说。我刚才在外面碰到超市送货那个小姑娘了，她说你去买东西让送回来。你今天去超市了吗？没有啊。是霍之？可不是嘛，除了她还能有谁啊？她肯定是找不着你，所以假扮你就到超市去让送货。说不定这会儿正跟着那个小姑娘呢。坏了，霍之肯定是起疑心了，不然的话，他应该先给你打电话，问你在哪儿，然后再来找你。就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你刚刚在外面看见他了吗？这我倒没看见，我还特意转了好几圈呢。这儿不能住了，这儿那么小，说不定过会儿就找上门来了。妈，你赶紧去收拾东西，我打电话给黄嘉文，我们赶紧搬走。行，好。你说你想找红岛中最贵的别墅，我们刚才呀已经看了3个中的2个了，刚才那一个也是我们最后一个海景别墅了。您看，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没有了。这个房子啊，贵是贵了点儿。但是呢，只要一出手就会很好卖的，要不我带你再去看看？哎，秦小姐，秦小姐，您订的搬家公司车已经到了。秦小姐，搬家？
秦阿姨没告诉你啊？秦阿姨说车到了让我通知她，我正好要去5号别墅呢。5号别墅。秦阿姨呀，您早跟我说呀。秦阿姨是我的租户，这片的租户都是我来管的。这样吧，您买1套房，这样我给您个大折扣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去搬家，回头联系您吧。就那儿。谢谢。姐。哎，姐，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你来干什么？孩子出事怎么办？走，快！主管，赶紧叫救护车！罂粟，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干嘛来了？你为什么要跟来？我女儿跟孩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等着！孩子，罂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对不起，妈。你不要叫我妈，我不是你妈。罂粟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我跟你没完！我是真的不知道，姐她怀孕了，我一直给她打电话，她也不接，所以我才到这儿来的。妈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啊？罂粟在里面躺着，跟她的孩子现在死活都不知道。你说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心啊？你有没有人性？你不好好在江家待着，你跑到这儿干什么？现在你人找到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不想怎么样，我也不想伤害谁，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秦罂粟病人家属，我是她妈妈。你好，秦罂粟生了，是一对双胞胎，但是其中一个孩子心脏有点问题，要转到新生儿 ICU 病房观察。另外一个孩子虽然体征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因为是早产，所以呢要转到儿科病房去观察。你们赶快出一个人去办住院手续。不，那大人呢？大人怎么样了？产妇不是顺产，失血过多。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是什么呀？可能以后都不能再受孕了。慢点，妈，你没事吧？造孽！我就说这孩子不能要。快去吧。姐，你醒了？你别害怕，江村不知道我来。小芝，姐对不起你。姐，别这么说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不打招呼就来找你。孩子怎么样啊？孩子挺好的。是双胞胎，男孩。姐，有一件事我想问你，这个孩子是江村的，怎么，你不相信？不是，你不是说吗？你一直跟江村是分房睡。是。具体这个原因很复杂，我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。但是这孩子的确是江村的。那既然是江村的，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江村呢？因为江家人不会让我生下这个孩子的。
我不懂，你不懂我不怪你。其实我一开始也想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叫安一秋的医生，哦，就是上次你让我假扮去号脉的那个，对，他就是江家的家庭医生，每个月都给我号脉，给我开很多的保健品，说是想让我尽快怀上江家的孩子。我一开始特别相信他，可是后来我发现他在我的保健药里加了一种避孕药。怎么会这样？是啊，所以我知道，如果我待在江家，一定生不下这个孩子。我也不知道江家到底是谁不想让我怀孕。姐，你别难过，原来你在江家过得这么苦啊！外人都觉得我光鲜，可是只有你知道我的苦。我有了他们，我就得保护他们呀，所以我在江家生不下这个孩子，我只能这样。对不起了，小芝。姐，都怪我不好，我应该相信你的，你是我的姐姐，不管你做什么都是有苦衷的。我要是不这样的话，孩子就不会。孩子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说我的孩子好好的吗？啊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，你别这么跟小池说话，都是他把你害成这样的。妈，我的孩子怎么了？哎，你能不能出去待会儿？我跟我女儿说会儿话。你别拦着我呀！你别动！你让我去看他！英素听话，我去看别动，英素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怎么办呀？我都告诉英素了。没事儿，医生说了，孩子能治好，放心吧，有我呢，不会有事儿啊。嘉文，说，这是不是我们的报应啊？说什么呀？就算是报应，也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的报应。你知道吗？你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有多高兴。就算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缺陷，也是我们两个宝贝。我们一定可以把他们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养大的，好吗？知道。你的那2个外甥已经住进新生儿 ICU 病房了，我还跟齐主任打好了招呼，他会尽快安排专家会诊的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小雅，有你在我就放心了。我也就看在孩子份上，要是你那个姐姐啊，我还真不想管。知道啦。哎，宋太太，哎呀，这么巧啊！我是带我们家老二过来做个检查，顺便我也做个检查。哎，你呢，江太太？我是来做个身体例行检查。这是我朋友，我是萧雅，是秦英素朋友。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宋太太，我们还有点急事，就先走了，改天约您喝茶。啊？啊。哎，你拉我出来干嘛？我还上班呢，我。哎呀，你别跟他说那么多。万一江村回去问你是谁，我怎么解释啊？哎呦，秦英素难道还没有江村不认识的朋友啦？瞧你这样胆子！哎呀，我不是怕解释麻烦吗？哎，对了，那个你让我做的药物检测报告出来了，给。我跟你说，你给我的保健品里面的确含有避孕药的成分，而且还是最新型的那种。我劝你啊，
趁早离开江家。这江家都什么人啊？真下得去手，这是叫江家无后啊！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上班去了啊。怪不得姐姐要在外面生孩子，看来姐姐担心是对的。